而且呢，这2款酒，各位，它全部都是来自于长江坑道，所以我们讲小批次限量。珍藏跟生人仓合作，而且这一次生人仓还特别指定，我就是要长江坑道。酒体的设计呢，它各自发展出它不同的风味、不同的调性，正好了可以用一缸一楼来做个形容。它就是感觉好像就是香气比较喷发一点，是有一点微微的那种一点点的泡泡胶跟花香，然后交织在一起，然后给我那种就是淡淡甜甜的感觉。长江坑道的老酒竟然是跑到我们金酒时光窖藏里面了。对，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酒的地方让你舒服漂亮。欢迎收看李耀上来啤酒，我是李耀。久啦，咱们上个月刚员工旅游完，好爽哦！到了曼谷，是不是？所以呢，我们一定去哪里？去机场。到了机场一定要干嘛？买酒，买酒嘛，对不对？我们是酒类频道，肯定要买酒嘛。但是威士忌对我们而言轻轻松松，看到就刷，爽就买。因为泰国我有朋友，所以我们肯定要带台湾之光的酒给他。我就买了什么？我就买金门高粱12年，就是这一款。哦，超漂亮的哎！这一款就是长寿版，在这个生人仓免税这个市场当中，金门高粱12年就是长寿酒款，都是我出国带给我们泰国朋友啦，或其他国家外国友人，我都会带这一款。他们喜欢吗？他们很喜欢，因为毕竟我送他，他们不喜欢，我就打他一顿。那这一款酒呢，我看了，我当然买了。结果买了以后一转头，我看到2款酒，不得了了，我以为是伏特加，结果它既然是金门高粱酒，就是这2款酒。这2款酒是不是像伏特加？超像啊！结果呢，竟然是金门高粱酒，而且我看到有点吓到了，怎么会这么的时尚？今天来介绍给各位这一款酒，在我们的国门出现了，尤其这一款酒，这是生人仓第一次跟金门酒厂首度携手合作。哦，是他们合作酒款啊。对，是他们合作酒款，所以这一款酒算是独卖限定的小批次酒款，在生人仓系统。好，来，今天我们要介绍这一款金酒时光窖藏原酒，名字上面“金酒”2个字从哪里来的？金门酒厂，对不对？金酒时光窖藏原酒嘛。那重点是哪2句话？窖藏跟原酒。对，那时光呢是多的。没有啦，时光它是代表窖藏的意思，因为我们要把这个时间要冰封在当年的岁月里面，熟成了12年或是15年以上，然后把它封在酒瓶里面，我们才可以喝到当年的美好，对不对？就好像女生，如果女生要把她当年的时光封藏起来怎么办？就是打肉毒杆菌，就是。酒只要把它冰封在瓮里面就好了。所以刚刚讲2个重点，就是窖藏跟原酒。窖藏其实在金门酒厂的工艺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窖藏它蒸馏出来了以后，它必须得放在哪里？放在瓮里面。放在瓮里面，这就是窖藏的阶段。窖藏它就必须要熟成。那熟成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在瓮里面会干嘛？呼吸，对不对？会陈年。然后会把好的物质会把它保留下来，这就是窖藏。那请问原酒呢？原酒就是不加水的酒。坦白讲，你算厉害了。这2款酒酒精度数高达多少？59.8度，逼近60了。所以呢，它是以酒勾酒。在我们的这个之前的节目当中，你记不记得我们品酒师吕一如常来上我们节目，他就有告诉我们以酒勾酒嘛，以酒勾酒才能勾出这么高的度数，所以它不加任何一滴水，所以这个限量小批次指的窖藏，指的原酒就在这边。然后时光讲的就是把这个年份冰封起来，简不简单？难不难？好像还好哎，还好对不对？还好是掏钱啊，刷卡啊。好了，各位观众朋友，难得来了，难得你不知道，帮我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录到一半 NG 超好笑，到底是难得来了还是有难得来了？毕竟在我们的频道当中，专业是导向，对不对？我们要专业，所以不良的成分可以透过高温自然挥发或者化学反应转变成其他有机物，如将醛类转为乙羧醛，使酒味更加独特，具有老酒的香味啊，老酒最爱了。同理，高的酸度可以透过醇类形成酯类，增添香气。我这一段话单纯只是想要告诉观众朋友，我懂。但是整个万流归宗讲的是什么？就是窖藏的原理。窖藏能够让这个酒体能够更加的纯化，更加的厚实，而且全部都冰封在这2瓶酒里。窖藏的功力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去探索，尤其是金门酒厂。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是不是跟大家披露？你以为金门酒厂只有3个坑道吗？有新的，还有5个坑道嘛。而且呢，这2款酒，各位，它全部都是来自于
长江坑道。所以我们讲小批次限量。珍藏跟生人仓合作，而且这一次生人仓还特别指定我就是要长江坑道出来。长江坑道是不是最老的那一个坑道啊？我不知道，我们等一下打电话问吕一如好不好？不用打电话啊，直接把它抠出来好不好？他已经约他了，他说他刚好有空。我们现在开拍，他现在不来。那各位，我们就要进入这个产品到底6是什么意思，50是什么意思，55是什么意思 ？OK， 我们这个吕一如吕调酒师终于这个飞奔来到我们现场，飞奔。开拍时间几点知道吗？早上6点，你现在才来，现在7点，你给我迟到1个小时，而且是晚上7点。我们话不多说，还是要问一下我们这个调酒师，到底这个6.50跟6.55它的奥妙、它的机密到底在哪里？这个6呢，是我们用的金城厂跟金陵厂以及6款不同的老酒所勾调组合起来。6款哎，懂了，就是金城跟金陵不同的这个酒厂，但是一共有6款老酒一起组合而成。是的，而且是从长江坑道里面所精心挑选出来的老酒，大逆坑道，而且是具有特殊风味。那这50是什么意思呢？那这50跟55呢，是所挑选出来这些老酒的酒龄加总起来呢，达到50跟55年以上。我举一反三，就代表里面你可能会有25年、23年、3年、8年、9年，但是你加总起来就是50这个数字，对不对？对，没有错。而且我听说你在里面为了挑酒，你在里面住了1个礼拜，对不对？还是你家没有冷气？跟住在里面有相同的意思，因为要把最好、最有特色的风味的老酒把它挑选出来。当然，我们花了非常多的时间，严格去做筛选。去做选择。那我觉得下一个问题要问的，因为你刚刚讲6款老酒，这个老酒到底在你的这个6.50跟6.55当中，它可以发挥什么样的效用？那除了本身的风味很特殊以外，那另外有一个作用就是它能够让本身容量里面的酒呢，具有加速它熟成的作用。除了呢，它本身的风味可以去调整，让它的风味去凸显出来，它的口感呢更加的绵柔。另外呢，也可以帮助它本身的酒体增加它触熟的加速它的作用。因为老师有教过我们以酒勾酒，就是在这个年轻的酒体当中，一批次当中，但是如果你加入了老酒，它可以把这个新酒的风味可以把它激发出来。酸对不对？这个就是上回在节目上有跟观众朋友讲到啊，以酒勾酒，用老酒呢来调取它的风味。好比说呢，放香不足调酒头，回味不足调酸子，味辛味闷陈酒天。我有在看我的频道啊，那你现在你也是味辛味闷陈酒天，放香不足调酒头，后面不会了。社长看一遍怎么吐回去看10遍。那我们就去应用这个勾调的心法呢，把这2款那个金酒时光窖藏它的特色呢，借由老酒它的风味呢，把它带出来，特别的把它凸显出它要呈现的一个风味跟它的特色。因为回过头来我刚刚讲说这个我们的调酒师他在这个长江坑道待了1个礼拜。不是胡乱，这是事实，而且是真的。为什么呢？因为呢，当我们调酒师他接到了这个企划案，毕竟深恒昌在哪里？机场嘛，机场就是我们什么国门嘛，不是北门，不是南门，不是西门啊，是国门啊，放在国门。我们今天外国人来看到了这款酒，今天我们要出国，要买这款酒去送礼，所以放在国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啊。难怪他做的像是这个伏特加，外国人还会买错，是不是？会有啦，竟然想得到这种行销手段，怎么可能啊？放在国门，所以它一定要非常的时尚，而且呢，它的口感一定要非常什么卓越嘛。所以我们的调酒师因为接到这个案子，整整36天没有睡觉，压力很大吗？当然啦，这一定会有压力啦。设计这2款酒的时候呢，就有一个想法，一个信念，一定呢要让我们的陈年高粱酒的香气放在国门，让它飘香到国外。哦，你这个香飘得很远哦，我就开始好想喝。对啊，厉害呢！所以你真的是这样想的，是啊，而且压力真的很大哦。就是要呈现出最好的风味。而且这一款酒毕竟是我们台湾之光。为什么是台湾之光？你现在看看酒瓶上面有啦，上面写了什么字？什么英文字母 ？T。T 代表什么意思？T 就是 time 就是时间嘛，我们要把时间冰封起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T
台湾。你身为台湾人，你竟然不知道这 T 是台湾的意思吗？所以放在国门这个 T 其实它是有2个意义。然后呢，你有注意看到瓶子上面是什么磨砂瓶，而且它的磨砂好细哦。我也好想握一下。哦呦，老师你握握看上面好不好？你感觉一下握上面。或再乱引导调酒师的化妆结棍要拿出来了。然后盒子把它放上来，我们特别在盒子上面找到一个关键密码，它把所有的这个年份都写在上面，你要自己去破解。是什么呢？就是6130456310323232323231231231。你是真还假的？回去看看，照我这个影片，我是不是念对？但是你要如何破解，请看我们李耀市长的影片。我明年的这个时候我会公布。调酒师就在旁边不问，竟然还要明年才公布，搞笑。我发现一件事情，请说，请说。它里面有数字哎。下歌。7533-967，你的电话在我心里响个不停。老师，你是不是很后悔上我们节目？我真的不晓得要怎么接下去。麻烦送一副棒球手套给调酒师，下次上节目戴着就够了。好了，那我们现在进入我们的品饮环节。市长，等一下，在进入品饮环节的时候，既然我来了，趁这个节目当中呢，我就教怎么样把这款酒呢风味把它调出来。你要教社长了，所以你就是我师弟了。不录了。师弟，莫非你也会轻功水上漂？我就把这款酒呢，它的老酒的风味啦，有把它带过来，然后让社长跟尤拉来做个体验。其中呢，有3款的老酒，11年的老酒，14年的老酒，15年的老酒。这主体酒呢，我已经帮你做个组合了，让你们来体验一下，做个勾调。那主体酒呢，是整个酒体的风味的一个骨干，不能去动摇。我们呢，可以先闻出它每个老酒的风味，这个就是老酒的味道，胭脂乌梅的味道，非常的明显，也有类似清雅酱香。我喜欢14年，14年呢就有类似那个水果啦，哈密瓜，那个成年又带了乌梅的味道。再来呢，这11年啊，风味呢又跟这2款完全不一样，味道比较纯正，所以各有特色。好。我觉得我现在这个主体酒哈，因为它这个有点像是一个18岁的少女，刚出社会不懂得化妆，干净无瑕白色。那我现在呢要干嘛？第一个我要帮她画眉毛，我觉得我眉毛出社会淡一点，所以11年我们只能加一点点。我这样调酒的感觉是不是有那个风格的展现？没关系，幻想能力蛮强，你就照你的想法怎么样？现在怎么样？你觉得加老酒加多就是好吗？不是，不一定，对不对？但是在台湾这个社会上，老酒加多就是好，加一半，一半哦。我觉得它那个整个香气被这个曲味的一直给它压过去。那老师，请问芳香不足怎么调酒头？你根本就不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吧？这很难救社长。师弟波罗僧，师弟放下滴管看师姐表演吧。瓜味压过曲味，瓜多一点。它的香气虽然是闷的，但是它口感很棒，倍棒嘞！谁相信你、啊？真的喽！那由来试看看。好，换我了。你就从15、14。可以这样子吗？可以这样子，这跟这个考试前哦，先给你看考卷一样吗？谁叫师弟是那个男的，不能让尤拉丢调酒师的脸。来，大家喝喝看。为什么我要喝你的？我们在调这2款金酒时光窖藏的时候呢，加入不同的元素的老酒，每加一种呢，我们就会做一次梯度的试验。梯度的试验呢，就是9比1、8比6、7比3、6比4、5比5、4比6、3比7、2比8、1比9是排一整列之后呢，挑出最适合的比例，喝出来的口感并不是就马上就能够做决定，我们还要再把它静置1个礼拜之后，再来做盲评来验证你当初跟之后的品评的结果是不是一致？如果是一致的之后呢，再做加第2款的老酒，再来做梯度的试验。那这样也是很耗时的哎。因为这个老酒它的风味一直在做改变，一直在做熟成，你一定要非常有耐心去跟它比，它们彼此之间都有各自的特色。当加在主体酒里面，他们都会想要把它的特色把它凸显出来，一定要去抓住他们最协调的比例。那老师刚讲了这个勾调这个技术，它是如此的深沉，要如何勾，要如何调，这都是它的27年来的真功夫，对不对？但对于我们消费者，我们不需要知道这么多，为什么？我们只需要花1800块就可以买到，我们花了钱买了你的时间，买了你的青春，所以这样就够了。我们要进入我们的金酒时光窖藏原酒，现在我们要打开的就是
我们的粉红色系列，对不对？6.50的系列，第一次喝到6.50，而且今天是毕其功于一役，因为今天放在国门。今天香气要飘到国外去，它是蓝色的，哎呦，它有用心哦，好可爱，有那种惊喜的感觉。你把它2款酒一起开，是不是？对啊，对，是来做个风味的比较。学姐果然厉害，果然是一条心。我的左手是6.50，然后右手是蓝色的盖子6.55。我在闻香的时候，我觉得它是兄弟，但是它却是一刚一柔。像太极一样，我们要忘记所有的招式。现在2瓶喝完，不仅能够忘记招式包，你连姓名都忘记。我今天在拍片的时候，你都觉得我在唬烂，对不对？自从上次那个老鼠说你是什么，神之唬烂，对不对？我都觉得讲话好像真的很唬烂的。好，我现在正式问我们调酒师，请问他是不是一刚一柔？酒体的设计呢，它各自发展出它不同的风味、不同的调性，正好了可以用一刚一柔来做个形容。我觉得6.50是属于刚强系列，55它是属于柔和系列。老师，你会建议先从50还是55？从柔的先来。柔，它的香气是属于扎实，然后它就比较偏向于这个蜜饯，然后有一点点比较瓜香系，熟成果干系列。你如果跟6.50来做个比较啊，你就可以非常的强烈感觉出来，它的香气呢，就相较于比较柔和、比较清雅。用闻的就可以闻到一个好像圆润感的感觉。然后那个50它比较多青梅味，扑鼻而来，直接告诉我就是青梅。这个55感觉扑鼻而来，告诉我它就是蜜饯，然后就是瓜香的感觉。它2款一闻就可以闻得出老酒感。就是刚刚闻那个15年的那个曲香。曲香没有这么重，它是比较是淡淡的释放给你的感觉，一点一滴的告诉你，我慢慢变老了。真的很累。喝完以后它的老酒的味道是在余韵出来的，它的新酒的香气是在它的闻香出现的，然后它的那个口感我们刚刚讲说是醇厚扎实，但是它的酒体是中等，它酒体没有很轻，但是也没有到极度厚重油脂感，是属于恰如其分的中等，这是我对这个6.55的评价，而且它真的是柔中带刚柔并济，不错这个调酒师调得好你在旁边对。来讲，我们节目当中很少首席调酒师上我们节目，您算是在我们这2年频道当中上最多次的调酒师不然这个频道就让给你好了。继续，我们就来主持吧。我这2个闻起来啊，真的就是闻得出来，就是一刚一柔。那我自己就是会比较喜欢就是刚的这一支它就是感觉好像就是香气比较喷发一点，是有一点微微的那种一点点的泡泡胶跟花香，然后交织在一起，然后给我那种就是淡淡甜甜的感觉，是我比较喜欢的。老师，我觉得坦白讲，你在调这款酒应该是有刻意用心，因为你知道这款酒是放在国门，然后可能会带给外国人喝。所以我觉得你这款酒它没有很突出的刺激的酒精味，它没有完全突出出来，所以这一款酒它感觉是平衡度非常非常好，然后比较纯正，它不会让你感觉就是喝到以后就刺激到你的味蕾，刺激到你的鼻头，刺激到你眼睛，没有，它就是很温和的在你的嘴巴当中是游荡，然后迟迟不肯入口的感觉。我有没有抓到你的心？有抓到我的心，所以呢，是不是很讶异？酒度虽然是59.8，然后呢，在你的口感里面这样子环绕呢，却感受不到这么高酒精度的这么样的呛辣，而是一个非常优柔、非常柔软的一个酒体的一个风格。而且刚刚就是一倒的时候闻，跟现在已经放了一下的时候闻起来，你现在闻整个鼻子塞进去闻，完全都没有那种酒精的刺激感，我觉得好夸张哦。你不说它酒精浓度那么高的话，完全就是感觉不出来。我好喜欢这个青梅味，感受一下有没有类似葡萄干的味道，你来试看看，跟胭脂乌梅的味道。有白葡萄干，有一点咸咸的感觉。我觉得它余韵很厉害，这一款我喜欢它的余韵，它的余韵的话，在你的那个喉头里面，整个那个梅子的那个青梅味是留在你的喉头这边出现，然后慢慢散开出来，它是那种比较粘稠感，黏黏的在你喉里面，然后慢慢散发出来。这款好特别哦，是因为高酸酯吗？没错。里面也包含高酸酯的陈年老酒，你真的有抓到它的风味，我有用功了。原来那个黏感就是高酸酯，
而且你记不记得我跟尤拉曾经去过长江坑道，而且喝过你们的瓮酒，那个瓮酒喝出来就是那个黏感，有没有觉得很熟悉呢？很熟悉。长江坑道的老酒竟然是跑到我们金酒时光窖藏里面了。对，然后它开始慢慢，它散发出来是那个比较蜜饯的味道，然后比较青瓜、哈密瓜，哈密瓜，而且完全颠覆我对金门酒厂的印象。金门酒厂它可以调制出如此优雅，然后如此平衡，然后如此纯正香气的口感，在这2款酒去展现出来。各位观众朋友，你想买吗？想买不到，你只能为什么？出国到机场到生人舱里面去买。我就跟你讲，它不是放在西门，不是放在北门嘛，对不对？它是放在国门，放在生恒仓免税市，而且是我们的首席调酒师毕恭其于意的做，而且限量小批次，不是你想买就买得到的。小批次的意思就是卖完就没了，对不对？小批次是这样没错，小批次基本上量就是很少。都说小了，但记不记得我们去生人仓买酒的时候，我是不是在上一集影片说过，我们这一批买完以后，过了3个月后，是不是就换了新的一批？我们在拍以后，大家很开心，喝完了，结果他们去机场买不到，因为生人仓里面都是一批次一批次，我卖完就换下一批，所以你要等到下一批的话，可能要等到大概明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才承诺我们的调酒师要调这个6.49嘛。师弟就不用辛苦了，调酒交给师姐，你去旁边拖地。各位，如果你对于金酒时光窖藏原酒有兴趣的话，就在我们的生人仓系统，而且是独卖，而且是小批次，而且它出了2款酒，一款是6.50，一款是6.55。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去购买，好不好？那就记得要干嘛呢？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咱们的里奥上来米酒，下礼拜见，拜拜。